发姐的油管频道已经40万粉丝啦！发快40万粉丝了。哎呀，我跟你说，抖音的人数都是假的。你没看我在抖音啊、QQ 音乐啊、什么酷狗音乐啊、网易音乐那么火，但实际上潮水退去，油管才知道谁是真数据，都是假的 ，fake number。抖音剪我视频的一只袁先生，他都20万粉丝了，嗨，可怕！我感觉自己有点像那种被营销号搬运到国内抖音、微博、快手等哔哩哔哩等平台的那种外国博主，经常都看得到。比方说 Uncle Roger， 或者说像那个贝爷，我就是 YouTube 精选，不知道自己的视频在全世界哪个地方、哪个角落发光发热，有一种在牛市里面没上车的感觉。你懂吗？你全仓在股市里，指数涨了3个百分点，但你的仓位还是绿的，这几天给我这种感觉。大家都来跟我说，凡凡你知道吗？你可太火了。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海外的朋友，中国内地以外的，10年不搞点动静吗？搞了呀，我把纳斯达克挣的钱全部去买抖加了。我靠，你知道把所有的平台买到热搜榜第一，然后下面每一条下面几十万，加起来几亿个评论要花多少钱吗？这就叫做西边挣了东边出，西钱东输，利好国内经济，忘本，拉动内需啊，内需抛啊！纳指现在跌了，我又在想跳车还是再补仓，我实在是很纠结。补仓借我点吧，赢了到时候我们分。还喊你上车，对啊，你一上车就跌，不是好事吗？我要是当年如果我开始投这个股票，它就开始跌，我不笑死。我当年就是因为我一投它就使劲涨，然后我就不敢投了，懂吗？搞得我根本没挣着钱，这是好事啊！你想满仓跌吗？跟老罗说这些他也不懂，老罗你就打打游戏。我就是以前没有怎么研究，我以前只是比较了解我们天朝，不太了解其他邪恶的帝国。现在了解了之后，悔之晚矣。但愿亡羊补牢，还来得及。台主，你觉得 Donald Trump 当选好不好啊？其实我觉得川普当选的话，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多一点。川普就是一个 drama queen， 我觉得有点，他是那种是不是叫做标准的自恋人格？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比方说像特朗普那种，他被枪击没射中啊，一共是开了8枪，对不对？没射中他，但是有伤到他，因为他好像是把那个子弹打到提词器上，然后溅出来的碎片把他的耳朵弄伤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也不确定有几个枪手，也不确定后面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子弹。我觉得他正确的做法哈，应该是赶紧的转移，赶紧的去把现场的形势控制下来。但是他为了就是煽动，或者说为了拉选票，为了展现一下他的强硬姿态，就起来说 fight fight fight。 With Trump's microphone still on, we can hear the tense exchanges among the agents. About 42 seconds after Crooks opened fire, they confirm the shooter is down. They prepare to escort him to an armored vehicle. Let me get my shoes. I got you, sir. Let me get my shoes, sir. Hold on, your head is bloody. So we gotta move to the bus. Let me get my shoes. Okay, my shoes down. Watch out. Wait. In about 75 seconds after ducking to the ground, Trump raises his fist. He is mouthing the words, "Fight, fight, fight." The resulting photos immediately travel around the entire world. The crowd starts to chant for the former president as he leaves the stage, bleeding. Trump is then rushed to a hospital. 虽然这是确实听上去非常的激动人心，也非常的有感染力，但是我觉得是一个不太明智的一个，或者不太理性的一个做法。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核按钮，不是很敢把它交给川普去保管，感觉美国到底喜不喜欢他这种？我觉得上一次不管怎么说他是失败了呀，他干了4年之后被他瞧不上的拜登给击败了呀。这一次嘛，也许他赢，也许他不赢，但你不能说老美就喜欢这种，毕竟他干完4年之后没再次选上呀。上一次我不觉得他是苦肉计，这个有点太阴谋论了。
就像说美国没有登过月一样。反正我也不喜欢他，但我也不喜欢拜登啊，我不喜欢所有美国人坏，不如让梅梅当选。我也觉得就梅梅当选不错，我支持梅梅。你知道梅梅当选有一些东西一定会跌，就是 YouTube Music、Spotify、Apple Music 一定会跌。哎呀，我现在觉得就是你们如果说经常观察弹幕的话，你就不会发现有些同学他的观点是会比较堪忧的，留着他们主要是当一个反向指标。我最近被推送了很多护城风跟观众连线的视频，他花很长时间跟观众连线，这是他的节目内容和节目效果嘛。对方的认知水平、阅历、观点以及看待世界的那种价值观，常常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完蛋了。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就是在20年前的时候，网络上有句话就是说，在网上 Internet 上面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在打弹幕的时候，打字出来就是别人只能看到你最多会说你打字打错了，或者说你的表达能力一般。但是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完整的看到一个人的形象，比方说他的口音、他说话的方式、他结不结巴，然后他所身处的环境和他的成长经历，他现在的收入水平、他的受教育程度之类，然后再结合他的弹幕，你就会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本。就是说没有必要和他争论，年纪大年纪小也不是关键，关键还是在于学习能力。有些年纪大的你去抖音快手看看，年纪大的也挺多，也很可怕。 A few moments later， 我都想就是常见的那几个小二ID， 你们要不就申请跟护城风连个麦，跟他激情一下，输出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让大家完全比较能够全面的多方位的了解一下你。连麦提我的名字算炸弹人吗？这算啥呀？我没那个咖位啊，我不配。你这话说的，我配吗？我连麦吗？我肯定不啊。我觉得就是风险很高，容易碰到自爆卡车。如果你在国际大舞台连麦的话，有些人就会说出都来油管了有什么不能说的，就是那种，然后你跟他连，那就会出大问题。西兰不也连麦吗？但人家是外宾啊，人家真外宾，户口都跟我们不是一个色儿啊。今天这件什么时候能上架？喜瑞斯，这不巧了吗？好消息，好消息，他就在喜瑞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